采用高压培育，选择已基本形成的主干，成型是很快的。这是去年上盆的罗汉松，枝条长好了就可以进行制作。这个枝可以做个瓢子，把枝条往这个方向就可以做盆淋水，也可以把枝条往后做一盆鹿葵头。选择什么样的造型，主要是干的走向和枝条的出枝位。像这个枝条就不理想，出枝位在下方，把这个枝条移上来，从这个地方开口切皮，往上挑，顺着皮这层切开，移到这个部位与主干重新愈合。确定好切开的方向，先锯开一条口，用刀把它切开。切开要带末子部分，边切边撬，把握好力度。再上下来再划一刀，把皮层断开。皮层切开的长度要尽量的短，带有少量的末子部分可以防止皮层断裂。切开的部位要修平整，上移到这个位置就可以。切开的部位非常愈合，节点大了，愈合后再去修剪。这种操作成功的关键，皮层要对齐，主要是皮层的两个侧面，像这样对齐。这里就是愈合面，先抹上愈合剂，用胶带把它扎紧，防止雨水进入。最后用铝线把它固定好。这种操作适合皮层柔韧性和愈合能力比较强的树种，像榆树、三角枫、松柏都可以。枝条移上来，大约1年时间就可以完全愈合。进行这种操作之后，不能施肥，不损伤枝条，可以把它调整到位。操作时要十分小心。罗汉松生长是比较快的，容易产生线丝。像这种枝条，2个月左右就可以把铝线拆掉。在进行攀杂的时候，主要是旋转改变它的角度。能掉拉的枝条就不要进行攀杂。做一个小手令，修整后的切口一定要把口封好，这样可以加快它的愈合。把这些枝条稍微修剪一下，在生长季节把侧枝剪短，可以逼出更多的芽来。枝条再丰满一点，一盆淋水就基本成型。把这个枝条遮挡一下。再看看这个树形，没有飘枝，树势的方向就改变了。把这个后面的枝条蓄养成，左干往前，抬头再折返，就形成了一盆鹿葵头。顶枝与这个后侧枝形成呼应，这就是改这个枝的真正目的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三全农场，下期见。